今天的主题是当属灵人带着偶像来找神。你有没有遇过这种人，坐你对面，语气谦卑，说自己想寻求神的旨意， but 其实心里早就有答案，甚至还偷偷带了个偶像坐在灵魂深处说，你讲啦，但我要听我想听的。以西结书14章1到11节就遇到这种情境，几个以色列的长老走进来，好像来找神，其实心里早就内建偶像导航。神会怎么回应这种带剧本来求问的人呢？精彩到让你想扇自己的心一巴掌。1到3节，有几个以色列长老到我这里来，坐在我面前，耶和华的话就临到我说，人子啊，这些人已将他们的假神接到心里，我岂能丝毫被他们求问吗？你看，以西结正坐在那里。突然几位长老穿着正式服装走进来，你好，先知，我们今天来寻求主。乍看好像是灵性委员会来开会，对吧？但神马上拆穿他们，以西结，他们心里根本有偶像。说白了就是嘴上说要听神的，心里其实在想，神啊，你同不同意我已经决定的。这种求问神的方式，就像拿着考卷自己全都填好答案，只是来问老师，老师，你是不是也觉得我都写对了？4到5节，凡将他的假神接到心里，把陷于罪的绊脚石放在面前，又救了先知来的，我耶和华在他所求的事上，必按他众多的假神回答他，好在以色列家的心事上捉住他们。神不是直接拒绝，而是说，你有偶像，好，我就照你的偶像来回答你。这什么意思？意思就是你信什么就得什么。如果你心里是贪财的偶像，你来问主啊，我要不要去接那个高薪但黑心的工作？神会让你听见你想听的答案，让你栽下去，直到你醒过来。这不是神在整人，而是神用让你尝到选错的后果来帮你看清，原来你早就不是在跟随我，而是在拜你自己做的内建神。7到10节，神不只对求问者有话说，还警告了回答的人，如果有先知胆敢回答这些偶像充满心的人，我耶和华要亲自对付那先知。这段是给以西结和每一个牧者、辅导、属灵领袖看的，意思是，如果你知道对方只是想听他自己想听的，你却还顺着他的偶像话术讲话，那你也一样出事。先知不是算命师，不是拿神说4个字来成就人自己想要的路。11节，好使以色列家不再走迷离开我，不再因各样的罪过玷污自己。看到这里，我们终于明白，神不是在找茬，不是在做思想审查，而是他是用真话把我们从假话中救出来。他知道我们会自欺，会想听顺耳的话，会跑错路，所以他才用按偶像回答的方式，让我们痛一次，醒一次，回来一次。神的终极目的是什么？不是惩罚，而是恢复关系，让他成为我们心里真正的神，而不是我们心中的装饰品。结语，你是带着偶像还是虚心来找神？亲爱的朋友，你有没有发现，今天的经文不是针对那些明目张胆拜偶像的人，而是针对心里还有私心的属灵人。那些会祷告、会敬拜、会查经，
但其实早就把答案写好，只是想从神那里拿到背书。神不会配合你演戏，但他会用真理叫醒你。如果今天你听完觉得我好像有点像那些长老恭喜你，这代表你还听得见神的声音。